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如一枚震撼弹，在物理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它传回的令人震撼的宇宙影像，不仅颠覆了科学家对宇宙的既有认知，更是犹如一把锐利的剑，直指长期困扰他们的宇宙学危机。这个危机就像一个顽固的幽灵，让科学家们争论不休，始终找不到解决之道。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成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在视觉上让人惊叹不已，更是启示了我们对宇宙的全新理解。它似乎在告诫我们，准备好重新思考一切吧，因为宇宙的奥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宇宙学危机这个天文物理学的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复杂的谜团，各种估计的宇宙年龄和膨胀速率都不一致，让科学家感到困惑。他们尝试透过各种研究和辩论来解开这个谜团，理解背后的原因。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宇宙学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大爆炸理论这个主流的宇宙学模型描述了宇宙从一个热点初始状态开始膨胀约138亿年的过程。这种膨胀由哈勃常数描述，它代表了宇宙膨胀的速率。测量哈勃常数有几种方法，大致分为2类：局部测量和早期宇宙测量。局部测量涉及观察宇宙内的天体，如 Ia 型超新星，它们被称为标准烛光。因为它们的内在亮度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允许天文学家透过测量这些远离我们的天体的速度来计算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早期宇宙测量来自于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察，这是大爆炸的余晖。这种背景辐射是大爆炸后仅38万年的快照。透过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小波动的温度和极化，科学家不仅可以推断宇宙的年龄，还可以推断出其膨胀速率。然而，当天文学家意识到这2种方法给出的哈勃常数值显著不同时，危机出现了。局部测量显示宇宙的膨胀速度比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察预测的要快。这种差异表明，可能有我们尚未理解的新物理作用在其中，或者在1种或2种测量中存在系统性误差。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启用为这个难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它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和灵敏度使得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的回望时间，观察到更微弱的天体。人们预期韦伯望远镜的数据将有助于精确测量哈勃常数。然而，早期的观察似乎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提供的新数据可能不完全适合我们现有的模型。这一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差异是由新物理引起的，那么可能需要修订标准的宇宙学模型。例如，可能存在以前未知的粒子或力量影响宇宙的膨胀，或者它可能暗示需要重新理解神秘的暗能量，这是被认为推动宇宙随时间膨胀的神秘力量。随着新的观察挑战现有模型，宇宙学的理论和观点已经发展演变。例如，1965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而反驳了稳态理论。同样，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也是如此。这一次，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带来的新观察也可能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我们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正面临着重新定义宇宙规则的可能性。准备好重新思考一切吧，因为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正在被改写。在1990年代末期，一个全新的概念闯入了科学领域，那就是暗能量。这个概念填补了大爆炸理论中的空白，为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描绘出更完整的图像。每当有新的数据出现，宇宙学家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理论，
有时甚至需要发展或修正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观测结果。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或许也将成为我们理解宇宙的一大进步。尽管宇宙学的危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它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因为科学家需要更精确的仪器来进行更深入的观测。它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因为理解宇宙是一个能激发各国和各领域共同兴趣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科学的动态性质，知识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我们视野的扩展和对宇宙理解的深化而不断演进。宇宙学，这门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科学，现在面临着一个超越以往挑战的新挑战 S8 张力。这种张力集中在宇宙物质的分布和密度上，是我们理解宇宙结构和其历史的重要基础。结块性这个概念描述了物质在宇宙中的非均匀分布，有些区域密集着星系，而其他地方几乎是广阔的虚无。科学家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这种结块性，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科学家透过低红移观测，尤其是利用弱引力透镜效应来测量。当如星系团这样的大质量天体扭曲其周围的空间并弯曲经过的光线路径时，就会产生重力透镜现象。这效应允许天文学家绘制出暗物质的分布图。暗物质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它不发光，但具有引力。另一方面，科学家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大爆炸的余晖。这束光已经旅行了大约138亿年，携带着早期宇宙的讯息。透过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科学家可以推论出宇宙早期的结块性，这应该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尺度结构相符。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测量出的结块性暗示了一个比直接在附近宇宙中透过重力透镜观测到的物质分布更平滑的情况。这一差异表明，我们对宇宙从其平滑状态开始到当前结块状态的演化理解可能存在一个缺口。如果这些测量是准确的，那么解决这一张力可能引发宇宙学的革命性变化，它可能暗示着新的物理定律，需要更新宇宙学的标准模型。这个模型描述了宇宙随时间的动态和内容。宇宙的理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大爆炸理论曾经被视为有争议的理论，它假设宇宙始于一个热密的状态，并且自那时起一直在膨胀。然而，随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观测到的宇宙膨胀证据的出现，这个理论已逐渐成为描述宇宙起源的主导理论。我们对暗能量的理解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1990年代末，远处的超新星观察显示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而不是像之前认为的那样正在减速。这导致了暗能量的概念，一种推动这种加速的神秘力量，其本质是宇宙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韦伯望远镜即将以其前所未有的解析度和敏感性，进一步推动我们对宇宙知识的界限。韦伯望远镜将深入探查宇宙最早的时期，审视第一代星系和恒星，它也将精确测量宇宙膨胀和物质分布。解决 S8 张力将需要精确的观察，可能还需要新的理论洞见。无论解决方案是更好地理解暗能量，解释暗物质的行为，还是发现全新的物理，其影响都将深远。宇宙学的危机，如哈勃张力和 S8 张力，不是绊脚石，而是垫脚石。它们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带来更好的仪器、更精确的观测和更深入的理论洞见。每一个挑战都让我们更接近回答关于我们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面对宇宙的奥秘时，就像在尝试解开世界上最大的拼图，却没有盒子上的图片。
科学家们，这些专注的拼图高手，正在不懈地拼凑宇宙的秘密。他们最近升级了游戏，启动了一个名为火烈鸟 Flamingo 的项目，这是对它代表的广泛科学研究的致敬。火烈鸟计划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实验，它是计算力量的重量级，利用英国杜伦大学拥有的地球上最强大的超级电脑之一。它的规模如此之大，消耗了超过5000万小时的电脑时间，横跨3万个处理器。这绝非小事，这是科学界的马拉松，相当于在每个大陆上连续跑马拉松。先前尝试模拟宇宙主要集中在暗物质上，这种神秘的物质不会发射、吸收或反射光，但具有引力。而火烈鸟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它不仅仅关注暗物质，模拟包括从星系的行到它们内部的气体、恒星，甚至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就好像我们从只有陆地的不完整世界地图，变成了展示山脉、河流和每一个精细地标的地图。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呢？目的很清楚，为了更好地理解 S8 张力。这张力，一个关于宇宙结构测量的差异，显示科学家对宇宙有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弄对。如果测量是歌曲，那就好比一首是爵士，另一首是古典，两者都是音乐，但截然不同。火烈鸟计划旨在帮助消除这些差异，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以错误的角度看待宇宙。但尽管它精密和详细， S8 张力仍然存在，就像使用最先进的金属探测器寻找埋藏的宝藏一样，但宝藏仍然难以琢磨。这张力的持续存在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认知的。看来宇宙还不准备轻易放弃它的秘密。每一个新的资料片段，每个像火烈鸟计划这样的模拟，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也是一个新的谜题要解。这是一个复杂的来回过程，每个答案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自从20世纪初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正在膨胀以来，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已经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科学家学到了大爆炸、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知识，他们透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回顾了时间，并越来越精确地绘制了星系的位置和速度。这些里程碑犹如宇宙学拼图的关键角块，然而宇宙却不愿轻易透露其秘密。每当我们有新的发现，我们便调整理论，改进模型，并抛出更尖锐的问题。曾经被视为激进想法的大爆炸理论，如今已成为教科科学基石。暗物质的概念从疯狂的猜测演变为宇宙模型的不可或缺部分。暗能量，一种推动宇宙膨胀的排斥力，直到20世纪末还尚未被发现，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宇宙的核心。面对 S8 张力，我们的探索仍在继续。韦伯望远镜，哈勃的继任者，为我们提供了对宇宙起源更深入的见解，其提供的数据将前所未有的测试和挑战我们的模型。在宇宙广阔的舞台上，自其时间初期以来，各种粒子合力一直在翩然起舞。这并不仅仅是星星和行星的舞动，它更提供了一个深奥的谜题。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们一直在这谜题前扮演侦探的角色。让我们一同探寻他们是如何试图破解宇宙膨胀之谜的，为何尽管竭尽全力，有些拼图碎片却依然不匹配。在遥远的过去，人们认为天空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地球，但这观念被哥白尼和伽利略所颠覆，他们提出地球与其他行星都绕着太阳转。这一转变震惊了世人，但1990年代的天文学家却发现，宇宙不仅在膨胀，速度还在加速。这如同将球抛向空中后，球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向天空一样，令人震惊。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科学家提出了暗能量的存在，一种推动宇宙分裂的神秘力量。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向当前的谜团 S8 张力。这张力关乎宇宙的块状性，即物质如何在广阔的宇宙网中分布。当我们从大尺度上观察宇宙时，它宛如一个泡沫，星系和星系团沿着丝状物分布，环绕着广阔的近乎空洞的空间。为了测量这个宇宙网的块状性，科学家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大爆炸的余晖，它如同婴儿宇宙的快照一般。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非常有用，它给我们一张关于早期宇宙的地图，并告诉我们物质是如何开始聚集在一起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当今更局部地观察宇宙，透过观测星系如何分布以及光线如何在其周围弯曲，这种现象称为重力透镜。这两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宇宙块状性的不同画面，而火烈鸟计划在这一领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只是一个超级电脑模拟，更是史上最强大的宇宙虚拟实境模型。它运用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星系观测的数据，建构了一个由数据与二元位所建构的宇宙。其目标在于探索，根据我们所理解的物理定律，早期宇宙是否能够演化成今日我们所现的样子。在宇宙的探索中，火烈鸟计划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尝试，它试图将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结合，模拟宇宙的全貌。这如同只关注汽车框架而忽视引擎、座椅或轮子，试图理解汽车的全部运作。其成果令人惊叹，火烈鸟计划能创造出如银河系般的星系，但在涉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本地宇宙测量的块状性时，仍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宇宙的膨胀率和物质聚集方式似乎不吻合，这让天文学家们继续寻求答案。有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新的物理学、新的定律来解释所现。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测量或对暗能量的理解可能有误。这是一个经典的谜题，宇宙始终是中心谜题的角色。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拥有强大的望远镜和聪明的模拟，但我们手中仍有一个宇宙悬念。这就是科学的美妙之处，它永远不会停止。每个问题都解锁了一次发现之旅，每一次观察和每一次模拟都是理解宇宙宏大故事的又一步。在这场宇宙探戈中，显然音乐不会很快停止。S8 张力不只是一个科学难题，它提醒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随着我们继续研究星星，宇宙下一步将揭示什么秘密，充满了期待。宇宙一直是充满谜题的广阔前沿，我们理解它的追求一直是不懈的。科学家所建构的理论为了解释宇宙，已经在一系列启示和思想上的革命中不断演化。让我们走过这段宇宙发现的旅程，看看我们的视角是如何改变的，特别是在新的观察挑战下。早在古希腊人就用地心模型设定了舞台，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一个不太大的宇宙。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不准确。后来在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一个重大突破，用日心模型将太阳放在我们太阳系的中心，这更好地解释了我们所看到的行星运动。17世纪，牛顿进入了竞技场，为我们带来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概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未被挑战。这些定律在预测我们太阳系内天文的运动方面表现出色，成为古典物理学的基石。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引入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深刻改变我们对重力的理解。这个理论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宇宙的方式，作为时空的织物，能弯曲和扭曲，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学铺平了道路。
在1920年代，埃德温·哈勃发现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这导致了宇宙正在膨胀的革命性想法。这是从静态宇宙概念到的一个巨大转变，并导致了大爆炸理论的提出。它假设宇宙从一个热密状态开始，并且一直在膨胀。我们测量宇宙的准确度随着像哈勃望远镜这样的工具前进了一大步，这使我们能够测量这种膨胀的速率。然而，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复杂的地方。使用来自附近星系的光或来自宇宙微波背景测量时，膨胀率及哈勃常数看起来不同。这些测量之间的差异被称为哈勃张力。就在我们认为我们的盘子上已经够满时，又出现了另一个差异 S8 张力。这指的是关于宇宙中有多少物质以及它是如何分布的测量差异。宇宙看起来比我们的模型预测的要少块状。韦伯望远镜凭借其卓越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影像和数据，这无疑增加了现有理论的张力。它所揭示的星系似乎比我们目前的理论预期更分散。尽管有如火烈鸟计划这样复杂的模拟在努力地纳入普通物质和暗物质的影响，我们仍然看到了理论与实际的不匹配。火烈鸟计划旨在使我们的模型与观测一致，但宇宙却比我们预期的更为叛逆。那么，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我们的宇宙模型正受到挑战，我们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典范转移之中，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修订我们的理论基石。这不是挫折，而是指向更深入理解的指引。每一个不符合我们模型的新观察都是一条线索，可能会引领我们发现新的物理学，为我们对宇宙的基本工作原理提供新的解释。科学之美在于其自我纠正的本质。每一个发现都是建立在先前的发现之上的，每一个异常或张力都促使我们精炼我们的理论和宇宙观。宇宙的舞蹈是复杂的，每一步都由物理定律精心编排。然而，当我们用越来越强大的工具深入宇宙的广阔时，我们发现有些步伐不同步，这促使我们学习新的动作。对宇宙的科学探索远未结束，随着先进望远镜、日益复杂的模拟和一个不知疲倦寻求答案的科学家社群的出现，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探索。探索宇宙奥秘许是人类面临的最为宏大、最令人振奋的挑战。保持好奇，保持参与，观察我们如何继续探索、发现和理解宇宙的奇迹。这场旅程必将充满更多惊喜，每一个都将使我们更接近回答那个古老而又基本的问题：宇宙是什么？我们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